你記住有福嘅人有三寡，邊三寡啊？有福仲要寡？我話你知啦，第一寡寡言，沉默是金。相信沉默是金。你認為邊啲係有福氣嘅人呢？係衣食無憂、有車有錢又有樓，定係嗰啲仔女孝順啊、子孫後輩都優秀，抑或係平平淡淡過日子，但係知足常樂、身體健康嘅人呢？嗱，每個人對於福氣嘅定義睇法都唔同嘅。咁老一輩人認為啦，嗱，有福之人就有三寡，呢三寡到底係乜呢？一齊嚟睇下，你係咪有福嘅人咯？咁首先第一寡就係寡言啦，即係少講嘢。沉默是金。嗱，當然又唔係話叫你完全唔講嘢，好似一碌木咁啦，而係要謹慎咁講說話，因為言多必失，避免禍從口出，講多錯多，所以就要做到寡言啦。又或者喺講嘢之前過腦，諗清諗楚先至講，而唔係把口無收，直腸直肚，口沒遮攔咁樣。因為誇誇其談唔單止會輕易咁俾人知道你嘅諗法同情緒，可能仲會因為你講嘅嘢俾人捉住咗痛腳，得罪咗人，惹禍上身都唔知啊！嗱，舉個例子，話說三國時期，西涼刺史馬騰送咗盒酥餅俾曹操，咁曹操就喺盒酥餅上面寫咗一盒酥三個字啦，咁之後行開咗。點知呢個楊修見到之後就自作聰明，將啲酥餅分俾大家食喎。咁曹操就問佢點解啦，咁楊修就話啦：你寫住一盒酥啊嘛，個盒字拆開咪就係一人一口酥咯。咁曹操聽咗之後就笑咗笑，冇講咩就走咗啦。咁之後仲發生過好多次多嘴自作聰明嘅事嘅。咁最後一次亦都係楊修俾處死嗰次。咁當時曹軍喺度打緊仗嘅，咁當時嘅戰局就係僵持嘅狀態，有啲頂唔順噶啦。咁曹操食飯嘅時候隨便講咗句雞肋兩個字，呢個楊修自作聰明就將佢誤以為係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啊嘛。咁於是乎佢就嗱嗱聲翻去執包袱準備翻歸啦，仲煽動士兵唔好打仗啦，嗱嗱聲執包袱扯啦。咁佢肯定係會錯意啦，自作聰明不特止，仲要煽動士兵喎。嗱，當時候曹操係興過辣雞嘅，咁之後就以擾亂軍心嘅罪將楊修處死咗啦。咁你睇言多必失係咪禍從口出呢？通常有料嘅人係唔會多講嘢，係好低調嘅。咁通常嗰啲吹水唔抹嘴啊、誇誇其談嗰啲都係無料嘅。寡言唔係木獨，亦都唔係傻，係為人處世嘅一種大智慧，識得謹言慎行，遠離災禍，福報自然會嚟啦，係咪？咁第二個又咩寡呢？寡行噶啦，咩意思啊？佢有夠意嘅你就冇做咯。嗱，寡行嘅行係指行為行動，咁寡行又唔係話叫你咩都唔做，韌韌腳等運到吓，而係要謹慎行事，唔好做啲冒險嘅事，唔好做啲衝動嘅事，少做啲冇意義嘅事。例如話西漢時期有位將軍叫做灌夫，佢能文能武，才華橫溢，但係佢就好唔服冇才華嘅丞相田汾啦。咁有一次因為田汾不守信用，佢仲上門鬧爆呢個田汾，令到佢好冇面。咁結果田汾懷恨在心，以不敬之罪將灌夫斬頭示眾。所以你睇咁有才華嘅灌夫，因為一次魯莽行事，搞到自己命仔都冇埋。所以就算幾有才華都好，都唔好太過顯露，太過耀眼，應該要收起才華，喺適當嘅時機先至攞出嚟用，而唔係魯莽行事，做多錯多，衝動犯錯啊！咁第三個又咩寡啊？寡欲噶啦，無欲無求，咩都冇得望嘅話，做人有咩意思啊？寡欲嘅要你冇咁大貪，知足常樂，清心寡欲就好過。咁寡欲係指一個人應該要適當咁減少欲望同貪婪，人生存肯定要有物質基礎嘅，適當去追求一啲自己想要嘅嘢，呢一個亦都係對美好生活嘅一種動力嚟噶嘛，係咪？咁但係凡事有個度喎，如果一味咁大貪，一味咁索取，過度追求一啲不切實際嘅嘢，將錢啊利益嘅嘢睇得太重，甚至為咗利益不擇手段，呢一種欲望就會令人陷入痛苦同困境啦。有句成語叫做清心寡欲，講嘅就係人要克制自己內心嘅貪欲，保持內心清靜，唔好將名利嘅嘢睇得太重，知足先至會常樂。例如話南朝有位大臣叫做王邁，佢雖然係高官，但係佢清心寡欲，不營私利。佢喺南海擔任太守嘅時候，都有好多
放縱貪婪嘅大官，但係唯獨係黃邁可以做到廉潔清白。咁佢喺任職期間，吳興東境曾經發生過水災，佢負責救濟災民，嚴懲嗰啲食濕米嘅官吏，為人為官佢都做到清心寡欲，深受老百姓嘅愛戴啊！咁其實慾望越多嘅人，越係自尋煩惱，挫折纏身。人點解會煩呢？因為得唔到啊嘛，係咪？所以我哋要學識知足常樂，保持內心平靜安寧。冇過分追求，非分之欲，寡欲嘅人自得其樂，先至會長壽多福噶嘛？你話係咪呢？所以如果想做一個有福嘅人，就要少惹禍，多啲行善積德，學識寡言寡欲寡行，越寡就越有福。你話啱唔啱呢？咁到最後想問下你啦，呢三寡你又做到邊寡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男怕柿子，女怕梨，母豬又怕乜嘢呢？等你諗下先吓。咁呢個俗語係咩意思呢？點解男人會怕柿子，女人又會怕個梨呢？吓，想知嘅話，繼續睇落去啦。咁先嚟講下男怕柿子咯。嗱，柿子呢樣嘢喺廣東廣西有好多種叫法嘅，有人將佢叫做柿、水柿、雞心柿，有人將佢叫做洗、屎。仲有人將佢叫做柿，真係各處鄉村各處例。不過講嘅都係同一樣嘢，但係點解男人老狗又會驚個柿子呢？吓，有咩咁得人驚呢？其實係因為對於男人嚟講，食太多柿子唔係咁好嘅。一方面係因為呢個柿子係涼性嘅水果，食太多就唔係咁容易消化啦，而且同好多食物都唔可以一齊同食。譬如話紫菜啊、海帶啊、菠菜、雞蛋，仲有白酒等等嘅嘢。尤其係對於啲好飲兩杯嘅男士們嚟講，飲咗酒之後就盡量唔好食柿子啦，因為柿子嘅油酸同埋果膠係會同食物發生反應嘅。如果飲咗酒之後再食柿子，就好容易會引發一個膽結石，嚴重嘅話仲會中毒咁話喎。咁所以古人講嘅男怕柿子，其實係想提醒飲咗酒嘅男士們，飲完酒之後就盡量唔好食柿子咁解。咁另一方面就係同性格有關咯。食柿子有人中意食爽脆索索聲，亦都有人中意食軟腍腍。咁軟嘅柿子一碾就好容易會壞噶嘛，咁所以通常係用嚟形容嗰啲好蝦嘅、處於弱勢、性格軟弱嘅人。喺農耕社會，咁男人嘅地位係比較高噶嘛，一旦俾人話你整嘅軟柿子啊、大腍仔啊、成劈屎咁，換言之即係話佢軟弱無能啦。咁所以民間就有咗男怕柿子嘅講法咯。咁除此之外，仲有一個盞鬼嘅講法，因為柿子嘅諧音係獅子，喂，虱子喎，比起酒後食柿子，俾人話成劈屎咁，更加大鑊啦。尤其喺古代社會啊，傳宗接代、繼後香火就係男人最大嘅責任嚟噶嘛。所以如果虱子嘅話，咪人生悲劇。咁所以有啲男士們係會拒絕食柿子嘅。咁慢慢民間就有咗男怕柿子嘅講法啦。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？吓？不過我又覺得其實柿子係冇罪，如果因為諧音梗嘅嘢而拒絕佢嘅話，真係比鬥鵝更加冤啊！所以柿子其實係可以食嘅，只不過係適可而止，盡量少食嘅啫。咁女怕梨又點解呢？一方面係因為呢個梨屬於寒涼嘅水果，而女性嘅體質又係屬陰喎。咁對於一啲虛寒嘅女仔，又或者係處於虛弱期嘅女仔嚟講，食太多可能就唔係咁好啦，寒涼過頭啊嘛。咁所以你見到有一啲人食雪梨就可以止咳，而有一啲人咧越食越咳，就係因為一個寒熱嘅問題啦。咁另一方面，亦都係同諧音梗有關嘅。嗱，梨嘅諧音就係離，有分離離別嘅意思啊嘛。哇，聽起身都好似好唔老禮，係咪？咁所以你見到有啲人食梨，佢係唔會分俾人，自己一個食晒。又或者探人嘅時候都唔會買雪梨，因為雪上加霜又分離，聽落都好唔老禮啊嘛。咁而喺古代男尊女卑嘅社會，女子喺屋企係乜都聽晒老公話嘅，就算有委屈都唔敢提離婚，因為如果俾休咗，又或者係同丈夫分離嘅話，唔單止無依無靠，仲會成世人都俾人指指點點，連自己嘅娘家都會嫌棄啊。咁所以梨對於當時候嘅女子嚟講係有好大嘅影響嘅。咁慢慢民間就有咗女怕梨嘅講法啦。不過依家係男女平等嘅社會，係相信科學噶嘛，食嘅梨又點會話搞到分離咧？係咪？如果真係想食嘅話，好過涼就得啦。咁男怕柿子，女怕梨，母豬又怕咩咧？
怕西瓜皮啊。點解呢？眾所周知，豬係乜都食，食得好雜噶嘛，好好養嘅。咁而西瓜亦都係好常見嘅水果嚟嘅。咁喺農村嘅人食完西瓜之後覺得唔好嘥，可能就會掉個西瓜皮嚟餵豬啦。咁呢個時候老一輩嘅人就會話啦：哇，千祈唔好用西瓜皮嚟餵豬啊！如果俾豬食咗嘅話，就會肚餓嘅。若然係豬乸食咗你塊西瓜皮，仲會流產添。咁所以知道農村養豬係成家人嘅希望嚟嘅。如果隻豬乸生咗豬仔嘅話，即係證明成家人都有收入來源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就要勁錫住嗰隻豬乸啦。點可以俾西瓜皮佢食嘅咧？如果食壞咗佢或者係跣親佢嘅話，就唔係咁好啦。咁所以養豬嘅人經歷過之後，就有咗呢一句冇豬怕西瓜皮嘅講法啦。咁其實都有啲啱嘅，因為西瓜係屬於寒涼嘅水果，如果食得多嘅話，係真係會肚餓嘅。而對於啲哺乳期嚟講嘅話，對奶水亦都唔係咁好嘅。所以你見到有啲大肚婆佢唔食西瓜就係咁解啦。咁呢一個就係老祖宗講嘅男怕柿子，女怕梨，冇豬怕西瓜皮嘅俗語啦。其實三樣水果都係屬於寒涼嘅水果，不過又唔使怕，又唔使話完全拒絕唔食嘅，因為三樣水果其實都幾好食噶嘛，係咪？咁只要每次唔好食太多，適量咁食就得啦，係咪？咁三樣水果你又中意食邊一種水果呢？柿子用你嘅家鄉話又點講嘅呢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女怕午時生，男怕子夜臨。點解女仔會怕午時出世，男仔又會怕子夜出世呢？呢兩個時辰有咩唔好啊？你出世嘅時辰又好唔好呢？呢句俗語放到依家有冇道理㗎？帶住呢啲問題繼續睇落去咯。先講下女怕午時生，呢度嘅午時指嘅係幾點呢？點解話呢個鐘數出世又唔好呢？咁呢一個就要從古代嘅計時方式講起。根據天干地支嘅計法，咁古人將一日分為12個時辰，咁一個時辰即係依家嘅2個鐘。咁午時指嘅就係中午11點至到下午1點之間。呢個時間段亦都係一日當中熱頭最大、曬到最應、最熱嘅時候，亦即係陽氣最旺盛嘅時候。記得喺三國時期，武鄉侯諸葛孔明就有觀星象預測人生死嘅講法。咁雖然呢個觀星資訊冇咩科學根據吓，但係可以體現到古人嘅智慧。咁喺太極圖入邊，我哋就可以睇到一半黑一半白組成嘅圓形。咁呢一個就係陰陽嘅體現啦。咁呢一點喺易經入邊都有講到嘅吓。自從古人了解到陰陽嘅道理之後，就有咗男子為陽、女子為陰嘅講法。咁逐漸就衍生到生仔嗰方面咯。按照古人嘅講法認為，既然女子為陰，咁如果喺正日頭最曬、陽氣最充足嘅時間段出世，就會相沖咁話。咁呢個時候亦都係陽氣最旺盛嘅時候，驚嘅細佬哥受唔住，會傷身，會命硬，影響屋企咁話。仲有可能因為陽氣太重，冇咗女仔嗰種溫柔文靜嘅氣質，變成僆仔咁樣嘅性格。咁現代人就係中意呢啲性格豪爽僆仔嘅性格啫，但係對於古人嚟講，只有足不出戶嘅大家閨秀先至算得係真正有婦德嘅女子。所以喺古代性格大癲大廢嘅女子係好難嫁人嘅。咁點算呢？古人就諗咗啲計仔咯，譬如話特登將出世嘅時間推遲或者係提前，又或者係驚佢同屋企人相衝，所以就專登將佢送俾人哋。唔係話唔要佢啊，專登將佢送俾人哋養一段時間，緩和一下佢個陽氣，咁等大個啲先至將佢接翻嚟，等等荒唐嘅做法。所以民間就有咗女怕午時生嘅講法啦。咁你家鄉有冇呢一啲講法嘅呢？有嘅話留言話我知咯。咁再講下男怕子夜臨咯。喺《荀子·禮論篇》裏面就有記載啦：天地合而萬物生，陰陽接而變化起。講嘅就係天地萬物如果要和諧生長，一定離唔開陰陽變化嘅規律。咁按照古人嘅講法，女子為陰，所以喺中午嘅時間段出世就唔係咁好咁話。咁男子為陽，就要盡量避開喺夜晚陰氣最重嘅時間段出世啦。呢度嘅男怕子夜臨，子夜指嘅就係夜晚嘅11點至到凌晨1點之間。咁臨即係降臨誕生嘅意思。咁至於男怕子夜出世嘅原因，同正話講女仔怕午時出世嘅原因差唔多。按照古人嘅講法係話，子夜係陰氣最重嘅時段，喺呢個時候男仔出世就可能會冇咁剛強，
可能會柔弱不堪，甚至係唔能夠擔重擔，一生都碌碌無為，無所作為咁話喎。做唔到嘢喺古代係好緊要嘅，因為古代最主要係靠勞動力去揾食揾吔噶嘛，都係男主外女主內。如果屋企添咗男丁，仲指意個男丁可以壯大家族，若然柔柔弱弱咁個樣，就會令到望子成龍嘅父母開心起身啦。咁所以為咗避免呢啲情況發生，喺古代一旦屋企有男丁喺夜晚出世，就會請個大師翻嚟做一場大龍鳳，仲會專門去求神拜佛，為自己嘅仔祈福等等嘅做法。除此之外，我仲聽過初一嘅娘娘，15個官，都係講關於人出世嘅年齡，意思即係話喺大年初一出世嘅女仔就有娘娘嘅命，喺正月15出世嘅男仔就有做官嘅命。仲有關於年齡嘅女大三抱金磚諸如此類嘅講法，係咪覺得越聽得多越鳩噏呢？係咪覺得有啲好似山草藥噏得就噏嘅講法呢？咁呢啲俗語放到依家有冇道理呢？咁肯定就係迷信，冇乜科學根據㗎啦。之所以有呢啲講法，都係因為當時候嘅生產力低，醫療水平落後，隨便小病小痛都可能會令到一個細路哥夭折。喺當時咁樣嘅條件之下，可以健康成長嘅細路哥真係多。咁男怕子夜臨，好明顯係擔心半夜出世嘅細路哥揾唔到接生婆，但係又希望自己嘅細路哥可以順利出世健康成長，所以又想求個心安理得，先至導致有呢啲迷信嘅講法。其實細路哥嘅出生時辰又點會同性格命運扯上關係呢？反而係同教育同生長環境有關係。如果想細路哥性格好，作為父母就要以身作則，有良好嘅家風家教啦。尤其要提醒有啲準老母，唔好特登去追求啲咩龍寶寶啊、虎寶寶，唔好去干預蘇蝦仔出生嘅時間，咁樣係不負責任嘅表現。其實細佬哥可以順利出世、健康成長，就已經係一個最佳嘅時辰啦。咁所以對於呢啲俗語都係取其精華，去其糟粕就得啦。咁到最後想問下大家，你又係邊個時辰出世嘅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人怕臘月死，更怕臘月生。臘月有咩咁恐怖呢？點解又怕喺臘月瓜老襯，又怕喺臘月出世嘅呢？臘月出世有咩唔好啊？屏幕前有冇臘月出世嘅朋友仔啊？有嘅話，繼續往下睇落去啦。我哋先了解下咩叫做臘月咯。臘月係農曆最後一個月，即係12月。咁點解會叫做臘月呢？因為12月正係同正月新舊交接嘅時段，咁喺周朝時期開始呢個月份祭祀活動就比較多噶啦。當時候嘅祭祀活動叫做臘祭，而風乾嗰啲肉類叫做臘味、臘肉，咁嗰個月份就自然叫做臘月、臘冬噶啦嘛。仲有一種講法係話，因為臘又通獵，臘祭其實就係獵祭，係指獵取禽獸祭祀祖先嘅意思。係祈求嚟緊新嘅一年可以五穀豐登、風調雨順、六畜興旺咁解。所以喺農村，臘月呢個月份係有好多禁忌嘅，例如話唔可以喺臘月訂婚，唔可以喺臘月搬屋，又話唔可以喺臘月動土，仲有正話講嗰句人怕臘月死，更怕臘月生嘅講法。咁字面上嘅意思即係話人喺臘月出世，比起臘月瓜老襯更加得人驚。點解會咁講呢？我哋先講下人怕臘月死咯。咁呢句說話其實同古時候嘅生活條件差、醫療水平低有關嘅。咁古時候嘅人嘅平均壽命係好短嘅，好多老人家都捱唔過寒冬臘月，尤其係北方啊，天寒地凍，取暖嘅方式又有限，咁所以導致一啲本嚟就有身體疾病嘅老人捱唔過呢個冬天。所以自古以嚟就有老人難過冬嘅講法啦。咁另一方面，臘月一過就係正月，就快過年㗎啦嘛。如果有老人喺呢一個月份過身嘅話，就變成喜慶嘅事同喪事相撞啦。舊陣時喪禮習俗係好繁瑣嘅，天寒地凍都要進行各種嘅儀式，又要報喪，又要守靈，仲要落葬等等噼里啪啦嘅嘢。本嚟年底嘅積蓄都所剩無幾啦。如果呢個時候有老人過身，仲要花一筆錢去置辦喪禮嘅嘢。對於以前貧苦人家嚟講，都係一筆好大嘅開支嚟嘅。咁如果要麻煩到親戚朋友幫手咯，咁新年流流就變成差落人情債啦。
咁講到債嗱，其實過年對於以前啲貧苦人家嚟講，應該叫做年關先係啱，因為有好多貧苦人家喺之前爭落嘅錢，到咗年底嘅時候就會俾債主追債㗎啦，甚至有啲為咗避債唔敢翻屋企過年嘅都有。例如話有部戲叫做《白毛女》，裡面嘅楊白露就係因為還唔到錢俾債主黃世仁，經常出去避債，咁最終就將自己嘅女起而抵押俾債主黃世仁啦。所以對於以前嘅窮人嚟講，臘月係手頭最緊嘅時候，又要還債，又要置辦過年嘅嘢，又要交地租喎。咁如果呢個時候仲要置辦埋喪禮嘅話，真係屋漏兼逢連夜雨啊！咁再講啦，屋企有老人過身，肯定係好傷心嘅，好遺憾唔可以一齊過埋呢個年，咁可能仲會搞到成年都好哀傷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，所以老祖宗就有咗呢一句俗語：人怕臘月死啦。其實主要都係因為當時候嘅生活條件差，咁取暖嘅方式又有限喎，親人就算喺年底過身，都有可能冇錢去置辦呢個喪禮嘅原因。咁當然啦，呢個問題依家係唔存在嘅嚇。咁至於更怕臘月生又點解呢？按道理臘月過後就係正月，就快過年嘅咯。如果屋企添丁呢個時候應該係值得開心嘅事嚟噶嘛，喜上加喜啊嘛，係咪？但係點解喺臘月出世嘅人咁得人驚，比起老人喺臘月過身更可怕呢？嚇？其實呢一度講嘅臘月出世，唔係話喺臘月出世嘅人就話係命唔好或者係運勢唔好咁解，而係指喺臘月出世嘅人過程會比較艱難。呢一個都係因為以前條件比較差，寒冬臘月都係靠着多兩件衫取暖嘅。條件好啲嘅就話有柴火可以取下暖啫，條件差啲真係連條褸都冇。咁再加上嗱，以前啲屋啊都係四面透風，大人都頂唔順啦，更何況一個剛出世嘅 BB 仔。喺古時候，一到咗年底，啲糧食就已經食得七七八八噶啦，所剩無幾，可能只係剩翻啲臘肉同埋醃製菜，勉強夠大人捱到春耕。咁但係呢啲糧食對於一個產婦同埋一個剛出世嘅 BB 仔又點夠營養呢？買水都唔夠啦，係咪？咁再加上古時候嘅醫療條件冇依家咁先進噶嘛，因為凍死、餓死，搞到細佬哥養唔大，甚至夭折嘅機率係好多嘅。咁所以古人就認為啦，喺臘月出世嘅細佬哥好艱難成長，係咁解咯。仲有一個講法係話，古人認為春天係萬物生長嘅季節，而到咗冬天係萬物蕭條嘅季節。咁所以認為喺冬天出世嘅細佬哥冇咁有福氣咁話。咁其實呢個主要都係因為古時候嘅生活條件差，怕冬天天寒地凍嘅時候冇厚衫着，又怕會餓死，糧食唔夠啊嘛。對老人同埋一啲細佬哥生命會受到威脅，怕捱過冬天總結出嚟嘅講法嘅啫。咁當然啦，呢一句人怕臘月死，更怕臘月生嘅俗語，放到依家肯定係唔等使嘅，因為社會喺度不斷進步，醫療條件、醫療技術喺度不斷發展，生活條件好咗啦，唔使再擔心話會凍親，唔使擔心冇衫着，更加唔使擔心冇得吔啦，係咪？反而我覺得臘月出世嘅細佬哥更加有福。因為臘月挨近過年啦，喜上加喜，添丁又發財喎。若然真係遺憾有老人過咗身嘅話，更加唔使話擔心冇錢去辦嗰件日生大事啦，係咪？咁況且生老病死呢啲嘢係自然規律嚟嘅，係無可避免噶嘛。所以無論係剛出世又好，過咗身都好，都係一件值得尊重嘅大事。你話啱唔啱呢？好啦，今期暫時同大家吹住咁多，到最後輪到你發揮咯。12月咪叫做臘月咯，咁1月就叫做正月，咁你出世嗰個月份又叫做乜嘢月呢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酒不護顏，色不護病，財不護乜嘢呢？咁呢一個留俾你去答咯。呢句說話出自《增廣賢文》，係老祖宗對男人嘅忠告。咁先講下乜嘢叫做酒不護顏。顏指嘅係賢者，咁係指有才有德、德高望重、受人敬仰尊敬嘅人。咁例如古人講嘅聖賢，係咪？係指有身份、有地位、講嘢都零舍有份量嘅人。但係酒呢家嘢，如果一飲多咗，就有可能會亂噏24，醜態百出。就算係賢德嘅聖人，都有可能會因為飲酒過度而酒後失德。例如話詩仙李白，佢出晒名係好中意飲酒，有酒先有靈感作詩啊嘛。咁唐玄宗好欣賞佢，有一次召佢入宮做官，
點不知李白居然飲大咗，叫皇帝身邊嗰位宦官大臣高力士幫佢除鞋喎，仲叫朝中大臣楊國忠幫佢磨墨。喂，叫皇帝身邊兩位重臣幫佢做呢啲下欄嘢，簡直就係侮辱啦。咁所以之後李白嘅仕途凍過水，亦都冇得再做官啦，都係因為貪杯。除咗李白之外，仲有三國時期嘅張飛，都係因為飲酒過度而搞到斷送性命等等嘅例子。連聖賢賢者都有可能會因為飲酒過度而失態失德，更何況係嗰啲酒品差嘅人，飲多幾兩麻連老豆姓乜都唔知，仲有可能會講錯嘢做錯嘢。因為人飲咗酒之後，人嘅大腦神經就會變得興奮，呢個時候思考力就會減退啦，可能仲會做一啲平時想做但係又唔敢做嘅嘢。所以話酒真係唔係好嘅嘢，飲酒嘅話一定要點到即止，唔係嘅話就會失態，連賢嘅名望都保唔住。呢一個就係古人講嘅酒不護賢啦。再嚟講下色不護病咯，有冇聽過古人經常講嘅色字頭上一把刀啊？你就知道衰鹹濕嘅危害有幾大啦。尤其喺古代，男人三妻四妾係好正常嘅。有一啲仲唔滿足，經常出去夜夜笙歌，花天酒地，晚晚都加班，搞到透支咗自己嘅身體，元氣大傷，咁積積埋埋病就嚟啦。咁結果點呢？搞到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都有啊。例如話明朝第12位皇帝朱載。咁元字加個土字，呢個字普通話讀之，粵語讀記，朱載記。朱載記佢雖然治國有方，不過佢貪戀美色，為咗令到自己表現得更加好啲，發揮得更加好啲，服用大量嘅丹藥補身，搞到身體虧空咗。36歲嘅時候就駕崩啦。哎喲，真係該會咯。所以古人講呢一句色不護病，係想話俾我哋聽，唔好過度貪戀美色。過度貪戀美色唔單止會搞到周身病痛，仲會破壞家庭，到頭來功名利祿所有嘢都毀於一旦，一夜回到解放前啦。咁酒不護賢，色不護病，下半句係財不護身，氣不護命。酒色呢兩樣嘢可能有啲人控制得好好嘅，唔會過度，好自律啊嘛。但係財呢，錢多咗人就會有貪念咯。喺金錢財富面前，好多人無論係幾親近嘅人，幾好感情嘅人，都有可能會反目成仇，有矛盾，甚至係對簿公堂。例如話魯迅同佢嘅親細佬周作人，佢兩兄弟反面最根本嘅原因都係因為錢。周作人嘅妻子佢係好大使嘅，買嘅嘢用嘅嘢都要係進口。咁對於一向慳家嘅魯迅嚟講，佢就覺得睇唔過眼啦。佢認為知慳識儉先至可以養活一家人。咁魯迅係長子嚟嘅，又係一家之主喎，所以見到佢老婆咁鋪張浪費，都會忍唔住話佢兩句。不過周作人嘅老婆就越嚟越不滿啦。咁之後仲經常喺佢兩兄弟面前挑撥離間佢哋嘅感情。有一次仲屈魯迅鹹豬手佢，咁最後搞到佢兩兄弟反目成仇，就係咁咯。所以你睇翻，一旦涉及到金錢利益嘅嘢，親兄弟都冇情講啦。有句說話，親兄弟明算賬，親戚不共財，共財斷來往，咪就係咁解咯。所以可以睇得出，喺金錢面前，每個人都係有私欲嘅，處理得唔好嘅話，再親再好嘅朋友都會有矛盾，甚至有啲人會因為錢銀嘅嘢傷害自己嘅至親。所以古人就有咗財不護親嘅講法啦。咁如果酒色財氣都唔啱嘅話，就要注意氣不護命啦。有句說話，百病生於氣。咁如果經常發脾氣、經常嬲嘅人，又或者係經常意氣弄事、喐啲就斤斤計較、心胸狹窄嘅人，咁樣嘅人到頭來傷害嘅只有自己，好唔抵。因為生氣係傷肝嘅。科學研究表明，人嬲嘅時候，肝係會比平時大一半嘅喎。如果你有留意嘅話，就知道啦。經常發脾氣、經常嬲嘅人，面色都差啲，皺紋都多啲，人都老得快啲嘅。所以話為咗啲唔值得嘅人同事，經常去嬲嘅話，搞到自己到頭嚟一身病痛，幾咁抵至得㗎。咁所以老祖宗講嘅氣不護命，係想提醒我哋要少生氣，做人要豁達啲，臨瞓之前原諒一切嘅人事。
所以話酒色財氣係人生嘅四道坎，我哋需要不斷去自我檢討，不斷去跨越嘅。凡事要有節制，咁先唔會俾酒色財氣所傷害噶嘛。總而言之，少飲酒，要節制，莫貪財，少生氣。你學識未呢？到最後想問下大家，你酒品好唔好嘅呢？你飲幾多先至會醉呢？你有冇試過酒後失言失態嘅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有福生6月，冇福生臘月係咩意思呢？即係話喺6月份出世嘅人比較有福，而喺臘月即係12月出世嘅人相對嚟講比較困難，冇咁有福咁話。咁通俗啲嚟講，即係話冬天生嘅蘇蝦嘅質量冇夏天咁好。點解古人會咁講呢？唔通生辰八字都會決定一個人嘅福氣？我哋先嚟分析下古人講嘅有福生6月咯。古人講嘅6月份其實係指舊曆，相當於依家講嘅新曆7月份左右。咁呢句說話，呢句俗語嘅由來，其實係同以前嘅農業生產仲有生活環境有好大嘅關係嘅。你知啦，以前老百姓都係靠山食山，靠水食水噶嘛，以耕地種地為主要嘅，甚至係睇天氣食飯。天氣好嘅咪有好收成咯，解決一家人嘅溫飽問題。天氣唔好嘅話，如果遇到啲乾旱、洪澇、寒冷等等嘅自然災害，收成就冇咁好，老百姓自然會捱肚餓啦。咁甚至可能仲會餓死喎，一家人嘅生活都成問題。咪話剛出世嘅細路哥啊，但係6月份又唔同咯。6月份係糧食收成嘅好季節，呢個時候老百姓係最歡喜嘅。點解呢？因為糧食豐富，就唔使憂柴憂米啦，唔使擔心糧食嘅問題。所以古人認為氣候好、收成好，細佬哥就自然有福氣。喺舊陣時，如果邊家嘅細佬哥喺6月份出世，都會俾人讚佢，哇，真係識託世啦，識福啦。因為唔使擔心糧食嘅問題，唔使驚會餓死，營養充足，身體啊自然好，自然肥肥白白噶啦，係咪？再加上蘇蝦嘅阿媽營養充足啲，坐月坐得好，奶水又充足啲，喺咁樣嘅條件之下，細佬哥又點會養得唔好呢？係咪？所以古人就認為啦，6月份出世嘅細佬哥有福，咪咁解咯。咁再嚟講下冇福生臘月咯。呢個臘指嘅係冬天最後一個月。咁亦都係農曆嘅12月呢個時候，對於貧苦老百姓嚟講係最難捱嘅一個季節，因為有錢人家都仲話有個紅泥火爐暖一暖啦，但係貧苦人家邊有呢啲奢侈品至得㗎，係咪？所以以前對於貧苦人家嚟講，過個冬天就等於渡劫一樣。咁喺呢個時候，如果屋企添丁嘅話，對於富人嚟講，可能係一件可喜可賀嘅事。但係對於當時候貧苦人家嚟講，真係唔知開心好定係憂心好啦。因為剛出世嘅細佬哥身體係好虛弱嘅，抵唔抵到冷都係一個問題。以前嘅醫療條件又冇依家咁先進喎，當時候夭折嘅機率真係好大嘅。會唔會餓死又係一個大嘅問題喎。屋企糧食本嚟就所剩無幾嘅啦，對於一個產後嘅阿媽同埋個蘇蝦嚟講，肯定就唔夠嘅，養唔養得大都成問題啊。所以因為呢一個天氣寒冷嘅原因，仲有一個糧食唔夠嘅原因，所以古人就認為啦，喺呢一個月份出世嘅細佬哥冇咁有福，好困難就係咁解咯。我仲聽過有福春秋生，無福夏冬生嘅講法。因為春天同秋天係萬物復甦嘅季節，係瓜果成熟嘅季節，咁喺呢個時候係好適合萬物生長嘅。但係夏天同冬天又唔同咯，一個好熱，一個好凍，呢個時候就唔係咁適合居住啦。咁當然啦，呢啲俗語放到依家未必啱用嘅。古人之所以會有咁樣嘅觀念，都係由以前惡劣艱難嘅生活環境所致嘅。咁依家社會水平不斷提高，老百姓嘅生活條件又越嚟越好喎。邊個月份出世嘅細路哥都唔驚話餓死，又唔驚凍死啦，係咪？夏天出世怕熱嘅有空調，冬天出世怕凍又有暖爐暖氣喎。食物應有盡有，所以將季節同細路哥嘅命運扯上關係，係完全冇科學根據嘅。反而屋企嘅細佬哥佢有冇福氣同呢個月份冇關，但係同個人嘅品格品德好有關係啦。你試想下，如果屋企有座金山銀山都好，但係生咗嚿日日無所事事、冇作為、遊手好閒、無惡不作嘅蛋散叉燒出嚟，敗晒屋企啲錢嘅敗家仔，
咁樣嘅細路哥，日後何來福氣可言呢？係咪？就好似大唐嘅一位名相叫做房玄齡，佢輔助唐太宗李世民成就貞觀之治，太平盛世。但係佢個仔唔單止冇繼承父親嘅志向，仲終日無所事事，不學無術，咁最後死於亂局當中。當時佢得32歲咋。所以一個細路哥有冇福，關鍵係在於後天養成嘅道德品行。一個人嘅出身係冇辦法改變嘅，但係一個人可以成為乜嘢人啊？可以有乜嘢作為，完全係掌握喺自己嘅手中。勤奮努力，不斷進取，就算係再貧窮都好，都可以成為人哋眼中有福氣嘅人。你話啱唔啱呢？嗱，好啦，今期暫時同大家吹住咁多，咁到最後想問下大家，你係幾多月份出世嘅呢？你覺得自己有冇福呢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